大家好，我是维玲阿姨。今天我们来做鲜花饼。这次的水油皮是用烫面法，做法也不太一样，是用折叠的方式，而不是擀卷的方式。折叠的方式比较不会破酥，而且层次非常的分明，效果很好。我没有新鲜的玫瑰花，所以我买了可食用的干燥玫瑰花瓣来做玫瑰酱。先把玻璃瓶放在热水里头滚煮消毒。50公克的干燥玫瑰花瓣加入100公克的热水，搅拌一下，让它重新吸入水分。戴上手套，倒入250公克的细砂糖，一直把它揉捏到这个玫瑰花瓣开始糖化。加入柠檬汁，去除玫瑰花瓣里头的涩味。装一小部分到瓶子里头，稍微挤压一下，把空气挤出来。倒一层蜂蜜在玻璃瓶罐上，使它完全覆盖住玫瑰花酱，再倒入一点白酒，盖上瓶盖，然后放置在阴凉处，要常温发酵大约20到30天。耐心的等待了30天，现在终于可以做玫瑰饼了。先来准备水油皮，热水加入猪油、糖粉，稍作搅拌，加入中筋面粉。我的中筋面粉刚好用完了，所以我使用1半的高筋面粉，1半的低筋面粉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这个面团因为使用烫面法，所以比较粘手。如果你有面包机的话，放到面包机里头去搅拌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现在的水油皮还不太光滑，我们让它静置在室温至少30分钟。现在来准备油酥，油酥就是低筋面粉加上猪油，放在一个塑胶袋里头，搓一搓，揉一揉，成团就可以了。动作要轻柔，不要使油酥产生面筋，所以油酥绝对是不可以放到面包机里或厨师机里头去搅打的。利用洗面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鲜花饼里面的馅。小火炒熟糯米粉，挤出玫瑰花酱里的酱汁。我们需要大约170公克挤干之后的玫瑰花酱，剩下的玫瑰汁不要倒掉，我们可以用来泡茶。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熟糯米粉，分成9等份，因为馅料比较湿黏，所以要放到冷冻库里1个小时之后才能使用。油酥和油皮都分成9等份，滚圆备用。水油皮静置了30分钟之后，它就变得非常的光滑，也可以拉出一张比较厚的薄膜。水油皮容易干燥，随时要盖上一张保鲜膜。拿1颗水油皮包入油酥，
拿一个已经煮和好的酥皮，在手掌心中搓长，桌面上可以撒一点手粉，然后把这个酥皮擀长。找一个中心点，然后呢朝中间对折。再对折一次，这是第一个折叠。我们转一个方向，再做第二次的擀长以及折叠。所有的酥皮都折叠好之后呢，我们拿一张饼出来，把它擀成中间厚、旁边薄的一个饼皮，包入玫瑰内馅要注意你的封口一定要包严。酱汁呢也要挤得稍微干一点，否则呢你在烘焙的时候因为馅料太湿，它也很容易会爆馅。压扁擀成一个圆饼，我这里用一个模具让它大小都一致。拿一点食用色素盖上印章。要尽量确保你按压下去的时候呢，颜色有附着，不然像我有几个要后来再补颜色，有点麻烦。等到色素比较干了之后呢，我会把它翻面放在一张的烘焙纸上面。这个步骤是可以省略的，它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你的酥饼太蓬，有点像太阳饼那个样子。放入已经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，先烤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把它拿出来翻面。烤箱降温到160度，继续再烤10分钟。鲜花饼出炉了，每一个都美美的。趁着孩子还没有下课，我要来享受鲜花饼还有玫瑰汽水。是不是有很多的层次？皮真的非常的酥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